大家好，欢迎来到 T 先生的菜地和蘑菇房。今天请容许我来一下标题党，我会给大家介绍又一个容易获得且免费的蘑菇培养料，那就是咖啡渣。我前面相继介绍过好几种零成本蘑菇培养料，如树叶、碎木屑、麦草、花生壳等。咖啡渣比这些都有优势，下面我会逐一道来。早就听说过咖啡渣可以用来种蘑菇，网上也有这方面的介绍，但凡事都得自己亲自试一试，对不对？才敢上规模的使用，也才敢和朋友们分享它究竟怎么样。在过去的2、3个月里，我以麦草为基本培养料，用了3个蘑菇菌、10多个蘑菇桶、2种咖啡渣，做了一系列的对比。今天就来和朋友们分享我的所得。首先，我会说结论。可以用咖啡渣来种蘑菇吗？第二，聊一下咖啡渣种蘑菇可能的好处，再简单展示一下咖啡渣桶装蘑菇的制作过程。最后的2点是今天的重点。就我的经历来讲，咖啡渣种蘑菇存在哪些问题，而后就是用咖啡渣种蘑菇你需要知道的技术关键。先交代一下咖啡渣的概念吧，因为视频中会涉及到。我们从咖啡店拿来的咖啡渣有这么2种形态：底咖啡渣和浓咖啡渣。底咖啡渣是家庭、办公室、咖啡店最常见的炮制咖啡的副产品，就是把磨细、烘烤的咖啡粉装在一个滤纸漏斗里，加开水，开水经过咖啡粉带出可用性的咖啡滴漏到下面的容器里，视为底咖啡。留在滤纸上面的就被称为是底咖啡渣了 ，dripping coffee grounds。在本视频里，我会把底咖啡渣简称为咖啡渣。而浓咖啡来自更专门的咖啡机，它的咖啡豆被磨得更细，被做成饼，放在一个特定的装置里，开水从上面被加压流过咖啡饼，底下得到的是比底咖啡浓度更高的咖啡，视为浓咖啡。如此产生的咖啡渣被称之为浓咖啡渣 （Espresso Coffee Grounds）。在本视频里，我会把它简称为咖啡饼。好，言归正传，第一个问题：可以用咖啡渣来种蘑菇吗？答案是对，咖啡渣可以用来种蘑菇。这是我的桶装灰色品菇，培养料是麦草加50%的咖啡饼，从蘑菇表面出菇。这一桶呢是同样的配料，是从桶眼里出菇，而这个是盒装蓝色品菇，用料是麦草加上50%的咖啡渣，是放在室外自然栽培的。这是它的第2茬，第1茬没有照相。这是桶装茶树菇，用料是麦草加50%咖啡渣加少许石灰。第1茬是从桶眼里长出的2个巨型茶树菇，这是第2茬从桶表面收获的。由此可见，咖啡渣是可以用来种蘑菇的。下面来谈谈用咖啡渣种蘑菇的可能好处。在我一开始种蘑菇，我就有一个疑问：蘑菇的培养料都是一些营养十分贫瘠的材料，比如碎木屑呀、枯树杆呀、稻草、麦草呀、玉米秸秆呀等等，这些东西在我看来就没有什么营养，只是一点碳水化合物，也就是纤维而已，哪来的氮营养提供给蘑菇合成蛋白质呢？从这个角度来讲，蘑菇真是个化腐朽为神奇的生物，从一堆废料当中产生出味道鲜美、富含营养、口感极佳的蘑菇来。回到主题，我从一开始就在思考如何增加培养料里面的肥力，或者是里面的营养。其中，在接种时增加种麦粒，就是 green span， 这就是一种思路。我们知道，种麦粒不只是为培养料接上蘑菇菌种，含有丰富营养的这个种麦粒，也是增加了培养料的肥力，特别是氮素营养。这就来到咖啡渣做蘑菇培养料的第一个好处了。咖啡渣富含氮营养，氮的含量为2.3%，这和麦粒里面的氮素含量是相当的，所以往培养料里面添加咖啡渣是能有效改善培养料的肥力。
也就是营养成分的。用咖啡渣做蘑菇料的第二个好处就是咖啡渣极容易获得，而且免费。这个不用我多说，在北美的朋友都知道。而且很多咖啡店还很友好的把咖啡渣分别包装，方便人们取用。第三个好处就是咖啡渣不用预处理，也就是不像麦草和碎木屑等需要用开水或石灰水消毒处理。咖啡在制作过程中留下的咖啡渣是已经经过开水消毒的，所以可以直接用。第四，把咖啡渣和其他材料混合，也是节省了其他蘑菇培养料的用量。假如你用了10%的咖啡渣，也就节约了10%的其他培养料。下面以咖啡渣桶装蘑菇为例，简单交代一下应用咖啡渣的过程。首先是用这种医用透气胶带把桶上面的孔眼封一下，一是防止咖啡渣颗粒从孔眼里漏出来，另一方面也是防感染，因为孔眼里的咖啡渣遇空气是很容易感染的。关于这一点，后面还会谈到。然后用70%的酒精将桶里面和桶盖都消毒处理，盖上桶盖，让里面的酒精着用几分钟，然后沥干酒精备用。这里是麦草，用开水浸泡过夜，放倒沥干水分。这是灰色评估的总麦粒 Greenspan。这里是今天刚刚获得的咖啡渣。装桶的过程就是一层草加等量的咖啡渣与草混匀，再抓几把 Greenspan 蘑菇总麦粒。为了防止杂菌，我的接种量有点偏高，期望蘑菇菌能迅速长满，从而减少霉菌的生长机会。这就装满了，最上面再覆盖一层草，然后拿到室内空调下面让它生长，长菌丝，1个月左右就会开始产蘑菇了。下面就来谈一谈用咖啡渣种蘑菇的问题。首先是咖啡渣容易长霉，继而导致整桶的蘑菇料都废掉。前面说过，在制作咖啡的过程中，有开水流过咖啡渣，所以咖啡渣是被消毒过的。咖啡渣本身携带霉菌的概率不大，但是在随后的步骤中，咖啡渣就很容易感染到霉菌，比如在倾倒咖啡渣的过程中，在运输的过程中，还有其后的培养蘑菇的过程，都有感染霉菌的风险。那我们看看这一袋，我上次没有用完的咖啡渣放在这里，几天就长霉了。再看看这长霉的蘑菇桶，这桶子的表面长满了霉菌。虽然树叶、麦草、碎木屑等在接种蘑菇菌的过程中也有感染霉菌的风险，但是它们皆属于营养贫瘠的基质，霉菌在其上的生长速度赶不上蘑菇菌的生长速度，所以不是问题。但是咖啡渣呢，由于它营养丰富，霉菌在咖啡渣上面的生长速度大于蘑菇菌的生长速度，就容易出现这种长霉的问题。用咖啡渣种蘑菇，另外2个问题还是与咖啡渣富含营养有关。很多的生物都有一个共性，特别是植物界，那就是当营养过剩的时候，它们的营养生长会很旺盛。用常言说，就是植物疯长了，它迟迟不结果子，或者结果子不多。蘑菇也有这个问题，表现出来的第一点就是它迟迟不产菇。我这里有一个对比，同样是10月29号接种的，这没有加咖啡渣的半个月就已经开始产菇了，而这里同期接种的还一点动静都没有，甚至还这个10月15号接种的1个月了也还没有开始产菇。咖啡渣营养丰富带来的第2个问题就是产生畸形蘑菇，像这样的只长菌柄不长菌盖，或者是一点点菌盖，菌柄相当的发达。咖啡渣桶装蘑菇还有一个奇怪的特点，就是它很喜欢从桶子的底部产菇。其实这些桶子是放在地上，是没有什么空间给蘑菇从底部出来的。未加咖啡渣的桶装蘑菇也会从底部产菇，但是因着桶子的重量，它们往往是长不大的。
但是这些咖啡渣桶装底部的蘑菇仍是能顶着桶子的重量产出这么多蘑菇来，可见丰富的营养给这些蘑菇带来了何等的生命活力。上面谈了些咖啡渣种蘑菇的问题，目的不是要把朋友们吓走，真实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对咖啡渣种蘑菇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合理使用它。下面就来谈重点，用咖啡渣种蘑菇的技术关键。掌握这些关键，咖啡渣还是能为你所用的。从我的经验还有以上的分析，第一个关键就是咖啡渣的用量不要大。网上有介绍咖啡渣用量为50%、70%，甚至100%的。我的观察刚好不一样。我的建议是和其他蘑菇培养料混合使用。咖啡渣的比例以10%、15%为好，最多不要超过30%。原因有三：蘑菇菌在纯咖啡渣上面要么不生长，或生长缓慢，从而推迟蘑菇的发生。关于推迟蘑菇发生，上面已经讨论过了。这里我们来看蘑菇菌在咖啡渣上面生长的例子。你看，当咖啡渣的比例适当，蘑菇菌是能很好的在咖啡渣上面生长的。但是，当蘑菇菌遇到成团的咖啡渣时，是很难在其上生长的。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咖啡渣酸性太重。蘑菇菌在纯咖啡渣上面生长不好，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氮营养太丰富，营养不平衡。我建议大家不要用太多的咖啡渣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大量的咖啡渣更容易产生畸形蘑菇，这个上面也交代了。第三个原因就是咖啡渣容易长霉。说到咖啡渣容易长霉，那第二个用咖啡渣种蘑菇的技术关键就是要防止咖啡渣长霉。这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在操作手法上要更注意清洁，要注意手、工具、塑料桶等器具都勤用酒精消毒，而且操作的地方最好是选避风处。第二，对桶装蘑菇的孔眼要贴上医用透气胶带，防止在生长过程中有孔眼里感染霉菌。第三，桶装蘑菇的最上面一层不要再用咖啡渣了，而要铺上一层其他营养贫瘠的培养料，如麦草呀、碎木屑啊。第四是适当增加蘑菇菌的接种量，这样蘑菇菌能迅速长满培养料，在生长优势上压倒霉菌的生长。对于低咖啡渣和浓咖啡渣相比，我推荐使用低咖啡渣。原因是低咖啡渣比浓咖啡渣颗粒更粗一点，不容易结块，更容易和其他的培养料混合。而浓咖啡渣呢，颗粒太细，容易结块，进而影响通气性。另外就是蘑菇品种的选择，大家可以开发新品种。不同的蘑菇品种对基质酸碱度的要求，对营养成分的要求可能不一样。我这里试种了灰色品菇和蓝色品菇，这两种品菇对咖啡渣作为培养料反应不是很好，但与此相对比呢，茶树菇的反应却不错。你看我这里是麦草加50%的咖啡渣，还加了点石灰。我的这个桶上面已经收获过2次，一次是从桶眼，第二茬是从桶表面，现在又在发生第3茬了。有网友说茶树菇不喜欢碱性环境，或许我这里加咖啡渣增加了培养料的酸性，是歪打正着了。但由于这只是一个蘑菇桶的经历，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我现在在做更多的试验，看是否能重复这个结果。最后，对于用菌包种蘑菇的朋友，可以考虑把咖啡渣加到菌包里，因为菌包后面会被灭菌处理，所以不用担心霉菌的问题。我曾经用5%的咖啡渣在菌包里，结果还行，没有副作用，但也没有什么正作用。但至少
可以减少一点菌孢其他底料的使用。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了我最近几个月用咖啡渣种蘑菇的经历，有很成功的，也有不怎么成功的，分享出来，希望大家能扬长避短，好好的使用咖啡渣。谢谢观看，下次再见。